你们看现在前面这位老哥，那步频非常慢，但是呢，他也没有跳着跑，看到没？哎，大家伙儿早喽！9月21号星期天，哎呀，今天累了，今天最后一个训练日，就轻松跑一跑就回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分享日常训练中的补给。好多话题其实咱们都是每隔一段时间，我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或者尝试，就跟大家再分享一次。因为咱们频道总有新的观众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基本上都是晨跑。晨跑之前呢，大多数时候是不吃东西的，就喝一杯咖啡就出来了，也是不加奶不加糖的。但是我从起床到跑步时间比较长，差不多1个小时。然后这1个小时，其实我个人认为挺有用的。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一是因为我早上起来特磨蹭，喝个咖啡，看看电视，歇一会儿，去卫生间什么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年前有一次体检，大夫突然跟我说，你是不是骑车或者跑着来医院的呀？我说对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早上体检之前，虽然你是空腹不吃东西，甚至不喝水，但是呢，如果你做这抽血之前时间比较久，比方你排队时间长，可能你排到上午10点，然后呢，你可能有轻微的运动，这种呢就让你其实你身体就开始分解，释放这个糖到血液里，这时候你的空腹血糖就不准了。所以我也发现，你刚起的时候其实跑不动的，大概缓半个小时，人精神了，然后也就有劲儿了。这是我的经验。什么时候我会吃东西呢？特别冷的时候，就是冬天。起跑之前，我差不多有100千卡的摄入，就一片白吐司，或者是今天的是那种比较有强度的训练，比方说像我们周3或者周6这种，或者今天自己要跑一个强度课，那也是一样的100千卡，这就是给自己垫个底。就让你热完身起跑之前不至于是一个消耗太多的状态。之后就是我觉得训练中的补给对不同阶段或者不同情况的人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我先跟大家分享我，如果我今天就是一个轻松跑，不管是10公里还是20公里，我基本上就没有补给，或者说肯定没有补给。这个怎么判断？就是差不多在您的习惯的距离和强度下，基本上就不用补给。像我习惯的是21，那在21或者以下，甚至如果今天轻松跑，我跑个24或者25，我也不补给，就不吃东西，没有热量摄入，就 OK。那什么时候我补给呢？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今天是强度课，强度课也有区分，强度课要看整体的总的负荷。什么意思？比方说像我们跑6公里阈值，跑321或者跑5个1公里这种，我是没有补给的，因为它这几种都是瞬时的强度大，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也就是说它可能对你的绝对的身体压力比较大，但是整体负荷不大，跑完就完了。这种我就没有补给。那什么训练有补给呢？比方说拖的时间比较长的，假设12个400，12个400在夏天的时候我就有补给，因为夏天本来消耗就大。在夏天的时候，我大约就早上起来吃100千卡出来热身大概3公里，然后集合以后静态热身再起跑，大概我跑完第6个或者第7个的时候，一般是第7个的时候，因为我习惯在后半阶段补给，我补一个100千卡的能量胶。这100千卡能量胶挺有用的，就差不多它发挥作用的时候是最后那三组或者4组，因为12个400中间间隔1分钟，每一个400又跑70多秒，其实时间挺长的。
就是每一个差不多就是1分20，1分10到1分20，那14个或者12个时间就挺长的。像每一个基本上就是2分20、2分10，对不对？就算2分的话，也要拖28分钟。这种其实就需要补给，对我来说，尤其如果是早晨的强度课的话。还有就是像昨天那种，如果配速比再慢10秒，比方说在3分55，我就不补给了。如果跑15公里，如果跑20公里的话呢，差不多在12公里的时候，会有一个普通的能量胶100千卡。但是如果像跑到昨天那种强度，昨天我就补给了，我大概是在第9公里的时候吃了一个普通的100千卡的能量胶，然后坚持最后的6公里。因为能量胶吃完以后，按昨天那个配速，差不多2公里之后开始身体有感觉，这样的话帮我顶过最后的4公里就挺好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那种，比方说30个1分钟快慢这种拖得比较长的，我会在中间补给；长距离会在中间补给。然后长距离的补给策略是这样的：像我跑长距离，我不跑那种匀速的慢速长距离，因为我觉得那种对我现在的情况用处不大了。但是有什么时候用处大呢？就是如果您现在在3个半小时以外马拉松，长距离还是帮您积攒有氧耐力的话，那可以跑匀速的长距离。不管是哪种吧，基本上如果超过30公里，那至少补一个。如果是匀速30公里，那差不多在15公里补一个就可以了。或者你起跑前吃一个，然后17公里补一个，有200千卡够了。因为30公里其实就能量胶这事儿是这样，它不是帮你把能量补回来。因为你看普通人跑30公里，你就按体重60公斤算的话，差不多跑1公里70千卡，那就是2100上下，对不对？你吃那200不管用，但是它是帮你干嘛的呢？它是帮你在这个阶段让你稍微就把那极限拖缓一些。就像我其实我的强度课也是这样，就吃了以后过10分钟，我能舒服一会儿就管用。这就像让我们跑持续匀速的强度，比方跑配速跑，你要中间休息1公里，减速1公里，你感觉马上就轻松了。但是你又不能减速，就靠这个。像我跑35公里渐加速的时候，我吃2个，我大约在13公里吃第一个，之后在23公里、24公里的时候吃第2个。因为我的35公里渐加速强度最大的那一组是25到30那5公里，那公里要全力冲到马配更快，所以不一样。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训练的补给在大多数时候没有必要，但是专项课的时候、强度课的时候有必要。如果不补给会怎么样？其实也不会怎么样，无非就是累一点，运动表现下降一点。这个回到一开始我说不同人群了。如果您现在比方说马拉松在3个半小时以外，其实无所谓，因为您不追求您的那个极限，那极限您补了能量胶状态最好的时候，其实效果也不一定能好。对您来说，比方你跑间歇也好，跑阈值也好，跑下来就好了。你只要跑，每次都能跑下来，很快你慢慢的成绩在1年之内就会进步。差不多您要是严格训练的话，有2年时间就摸到3小时了，到时候再说。如果您是希望再进一步，我总结我的经验就是，我在2021年在北京自己训练的时候，我完全不补给，那个做法其实不对。那个做法让我在训练，尤其是自己跑强度的时候，最后特别难受。
特别难受，造成最后顶不上来。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是几乎都是后边比前面快，但是没有快到我应该快那个程度。因为那个时候然后我的马拉松目标配速是247，但是呢，我印象中那时候跑这种快慢交替的这种变速跑，不可能也就是跑3分40、3分38那1分钟或者那2分钟，这个对我来说不够用。但是为什么不能再挺快呢？就是因为你其实在一个很亏的状态下就不合适。就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需要的更多的就是把训练质量拉起来。你们看现在前面这位老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日本人，所以没敢说。你们看刚才他往回倒一点也可以看，现在我拍着他，您步频非常慢，但是呢他也没有跳着跑，看到没？这种你说需要加快吗？我觉得不需要，就顺其自然就好了。但是很多小伙伴你跟我分享说，要不然就是步频太快有困扰，要不然就太慢有困扰，怎么办？我就说找人拍你一段，你能发现为什么？像刚才那位大哥，就感觉他不是跳着跑，他是在迈步跑，就是跑走区分不明显。但是你说这样跑能跑快吗？也能跑快，对绝大多数人来，就普通人来说没什么关系。就跟我刚才说补给一样，基本上跑进2小时50，奔着2小时40去了，那在训练中就得要强度了。再考虑这个，至少我从2小时51，至少我从2小时56到2小时44这段时间，我其实什么都没做，也没有在意训练中的补给。哎，小伙伴们，9月21号星期天，第4个训练日，轻松跑了10公里，就回来了。今天调整一天，然后明天休息日，轻松跑一个几公里呢？跑个4公里或者5公里。然后后天早晨就是周二秋分他们是休息日放假，然后周二的一早9点起跑，那个场地5000米场地赛。所以呢，明天应该是停更，后天早晨也停更，然后后天看看场地赛的节目能不能当天剪出来。因为下周还有其他事儿比较忙。今天跟大家分享训练中的补给，我觉得很多东西它不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就包括我跟大家分享比赛中的补给，我也只是说分享我摸索出来的。训练也一样，就是补给这个事儿得自己找自己那个感觉。所以我总说大家练的时候呢，可以试一试，就练多了，其实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就比较敏锐。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行，自己什么时候不行，你吃下去的东西，喝下去的东西，身体有没有感觉，这些呢可能第一次的时候不会有，但是呢慢慢的随着训练的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补给，你可能比方说练完以后你去吃饭，或者你今天晚上的睡眠，这些你都慢慢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是在恢复，还是在吸收，还是在消耗，这些这些不太好言传。行吧，那就这么着，今天确实有点累，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